来了高考完以后，有没有准备换新手机了？后台有小伙伴问2500左右的一个价位，有没有一款手机可以用大学4年的？最近我就把市面上3款比较热门2500价位的手机买回来，给大家去做一个深度的测评，分别是一加 A15 至尊版、红米 K80 至尊版、iQOO 60 Pro 加。这3款手机的话，都是比较多小伙伴在纠结的。我也把它们的参数会整到表格里面，方便大家去查看。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款手机的外观，我感觉整体的外观都是比较 OK 的。不过他们在相机模组的一个设计上面会有点差距，就比如说一加和 iQOO 这2款的一个摄像头是这种竖条的一个设计，而红米这一款的话是这种小圆饼的一个相机模组。这3款手机横着打游戏的话都不会出现顶手的情况，整体来说手感都是比较 OK 的。这3款手机的一个外观，你觉得哪一款的一个外观会更加好看呢？说完了外观和手感以后，手机最核心就是它的一个性能表现了。一加和红米这2款都是采用天玑9400加的一个处理器。iQOO 这一款的话，采用的是骁龙8至尊版的一个处理器。下面的话，我也用AnTuTu给他们进行一个跑分，看一下这3台手机跑分的一个表现。可以看到，一加的分数是最高的，其次就是红米和 iQOO 了。不过像跑分这种的话，只是参数，实际表现的话还要看各家的一个调教了。像一加这一款的话，是搭载了全新电竞3星，特别是风驰游戏内核可以让游戏体验更加流畅。红米这一款搭载的是全新独立显示芯片 D2 加上 AI 模块。iQOO 这一款的话，用的是自研电竞芯片 Q2。这3台手机到底哪一款会更加强呢？下面的话，我们直接通过游戏来表现。我直接找了4款比较热门的游戏来做一个对比。首先用王者荣耀来做一个测试，每台手机的话，我都会进行3把游戏的一个测试，看一下这3款手机帧率稳定的一个表现。这3款手机的一个帧率的话，都是可以稳定在120帧左右。但是如果想要游戏体验会更加好的话，主要还是看它1%low帧的一个表现了。特别是我们在打团或者抢龙的时候，从120帧掉到80帧，这样的一个体验就非常不好了。所以这个1%low帧的话，就可以确保游戏的一个流畅度。这3款手机1%low帧的一个表现的话，就是一加的是最稳的，主要是它用的是风驰游戏内核加上天玑9400加的处理器，整体游戏运行起来的话就更加流畅。基本上玩王者的时候都是可以全程满帧跑完。接下来再来用大型游戏原神来测试一下这3款手机的一个表现，都是把画质拉到最高，然后选择60帧的一个模式。测试下来可以看到 iQOO 这一款的一个帧率波动是比较明显的，一加和红米这2款的一个帧率的话都是比较稳定，特别是从1% low帧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一加的这个是更加稳定一些的。而且一加这一款的话，在原神里面还可以进行超帧，可以跑到120帧，整体的游戏运行的话更加流畅。在星铁的一个对比上，这3款手机的话都是可以稳定在60帧左右，但是在1% low帧的对比上，可以看到一加的话会更加稳定。而且像一加这一款在游戏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一个体验会更加跟手一些，主要是它的灵犀触控反应确实是比较快的，像玩王者的时候连招是非常丝滑，特别是如果你平时喜欢玩 FPS 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这个功能的话就非常有用了。像有时候我们需要快速切换瞄准镜或者多个角度去对准心，都是切换比较丝滑。而且一加这一款的话还跟和平精英达成了合作，可以开到144赫兹的一个高刷。另外2款手机的话目前只能开到120帧，所以在整体的体验下来，一加这一款的话是非常流畅的，大概在7月中旬大家就可以体验到144赫兹的一个模式了。游戏体验好不好，除了性能方面，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手机 WiFi 信号比较差的话，打团就很容易出现460了。我也在同一个环境同样的 WiFi 测了一下这3款手机同时的一个网速，可以看到一加这一款抢的网速是比较多的，另外2款的话就比较平均了。我也在离 WiFi 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测一下3台手机单独的一个网速的一个情况，可以看到一加和 iQOO 这2款的一个网速表现是比较 OK 的，而红米这一款表现的话就比较弱一些了。主要是一加这一款搭载是自研 WiFi 芯片 G1， 不用担心别的手机抢你的 WiFi。如果你平时也是经常在宿舍打游戏的话，担心宿友抢你的网速，可以选择一加这一款，基本上你可以抢过他们。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续航上面的对比了，一加这一款用的是6700毫安冰川电池，iQOO 这一款是给到6800毫安电池容量，红米这一款的话是7410毫安电池。我也深度测试了一下这3台手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表现，基本上玩一整天的话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现在手机的一个 AI 功能的话也是比较强大的，我也测了一下这3台手机的一个 AI 功能。小布，帮我看一下图片这个地方是哪里？图片中的地点是深圳市宝安区一方城。小爱同学，帮我看一下图片这个地方是哪里？
仅根据这张图片，无法准确判断这是哪里。图中展示了一个现代建筑前的银色独角兽雕塑，建筑上有 With Love 字样。小 B， 在，帮我看看图片这个地方是哪里？画面中有喜公馆广告牌，还能看到深圳市宝安区给定位信息，可知此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。画面中还有具有现代感的金属雕塑的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一加有一个一键记忆功能，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学习资料，直接可以向上一推就可以保存下来了。而且它保存下来的一个资料的话，还会给我进行 AI 摘要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我们日常学习或者去记录一些东西用了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这3款手机的话表现都是非常出色，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游戏使用需求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挑选一款手机用大学4年或者游戏体验更加好的话，我更是比较推荐选择一加这一款。主要是它这一款用的是天玑9400加的一个处理器，加上风驰游戏内核，可以让游戏体验会更加流畅。同时加上他们自研的电竞 WiFi 芯片，网络的话会更加稳定。最近暑假大促，一加这一款手机的话，价格还可以便宜100块钱，价格的话就相当优惠了。如果你想要电池续航更加持久一些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红米 K80 至尊版本这一款了。如果你想要屏幕体验好一些的话，也可以选择 iQOO 这一款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这3台手机如果让你选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款呢？